我每次生病，父亲都会切下自己一块肉，然后均匀的撒上粗盐，最后竟让我一口吞下。因为吃了他的肉能包治百病，这个秘密我们保守了18年。直到皇帝病重那天，父亲突然被带到了皇宫。此时的宫殿内，皇帝赵无极虚弱的躺在龙榻上，大太监李莲英声音尖细开口：“陛下，臣神医到了。据瑶池仙尊占卜所得，只有此人能救得了陛下。”然而他却在心中不屑道：“陛下真是病急乱投医，这几年不知斩了多少个所谓的神医，这姓陈的怕是活不了多久。”其实赵无极也不抱多大希望，御医早已束手无策，他也吞了无数天才地宝，如今也不过是博那1/1000的希望。不多时，父亲就被护卫带上大殿，身后跟着我和母亲。而赵无极说的第一句话，竟让所有人瞬间愣住了：“爱卿，只要救活朕，朕与你共享江山。”但奇怪的是，父亲的脸上却没半分喜色，反而看了眼被护卫包围的我和母亲。我迎着父亲的视线，微不可察地摇了摇头，绝对不能救，一旦答应，迎来的只会是无尽的索取。然而赵无极早已看出这一点，所以才把我们母子俩带了过来，看似恩宠，实则要挟。父亲跪在地上沉默不语，大殿内一片死寂。李莲英心中冷笑道：“这是被吓傻了吧？咱家还是等着待会儿收尸吧。”赵无极眼中的希望也一点点冷却，想到之前无能的庸医，他胸中杀意翻涌。就在他耐心即将耗尽时，父亲却突然说了句令他疑惑不解的话：“陛下言重了，草民救驾只需1碗清水，1把银刀即可。”怎料话音刚落，李莲英竟立马喝道：“大胆！咱家从未听说治病需要动刀的，况且御前不得携带利器，你这是想行刺陛下吗？”听了这话，赵无极也是眉头一拧，浑浊的眼中射出2道寒光，死死盯着父亲。然而父亲只是平静解释：“银刀并非对准陛下，乃是取药之用，陛下一试便知。”赵无极阴沉地扫了眼我和母亲，最终半信半疑地点了点头。很快，护卫端着托盘呈上，盘中放着一把精致小刀和1碗清水。我双手紧握，看着父亲挽起衣袖，紧接着扑哧一声，利刃切肉的闷响传出，李莲英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。只见父亲咬紧牙关，竟从手臂上硬生生剜下一块精肉。赵无极双眼微眯，搞不懂父亲这是要干嘛。夫君！母亲忍不住惊呼，却被父亲严厉的眼神制止。随后，父亲将那块血肉放入碗中。陛下趁热服用。你这是何意？陛下让你治病，你竟敢让陛下吃你的肉！来人啊！他正要让护卫将父亲拖下去斩了，谁知赵无极却突然挥手打断道：“慢着，陈神医意思是吃了你的肉就能治好我的病吗？”父亲平静点头称是，怎料赵无极却笑了：“你以为自己是唐僧肉吗？吃了就能包治百病，长生不死？”不过他看着束手就擒的一家3口，料我父亲也不敢耍什么花样，还是决定先吃了，没用再斩了我们也不迟。李莲英颤抖着接过碗递了上来，可当赵无极凑近那肉时，却突然愣住了。明明是血淋淋的生肉，却闻不到半点血腥味，反而散发着一股奇异的清香，闻上一口就让人神清气爽。赵无极不再犹豫，张开嘴一口吞下，生肉入喉，却没有半分恶心感，反而化作热流直冲4肢百骸。10息之后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赵无极浑浊的眼白变得清澈，干瘪的皮肤重新充满光泽。他猛地从榻上站了起来，感受着体内奔涌的生机，忍不住狂笑起来：“神迹，真是神迹！朕的病好了！”李莲英也惊得目瞪口呆，想不到仅是一块肉就能治好病入膏肓的皇帝。他下意识看了一眼自己空荡荡的裤裆，呼吸急促。若是咱家也能吃上一块肉，那残缺之处会不会也能？台阶下，父亲虚弱的叩首：“恭喜陛下龙体痊愈，草民幸不辱命。”本以为赵无极会感激父亲，怎料他接下来的话却瞬间让我们如坠冰窖。想不到爱卿的肉竟能起死回生，若朕想长生不老，是不是要多吃几块？话音落下，父亲猛地抬头，眼中满是不可置信：“来人，陈神医救驾有功，赐居养生殿，其子陈长生与其妻柳氏一并入住，好生照料。”养生殿不是宫殿，它是皇宫深处的一座地牢。从那天起，父亲成了大前王朝最珍贵的药材。第1日，赵无极觉得精力稍有不济，便命人取父亲左臂肉2两。第3日，国师玄机子进言欲炼制延寿丹，需父亲胸口肉做药引。第5日，禁军大统领暗疾发作，赵无极赏赐了父亲腹部肉1块。父亲不是没想过反抗，但赵无极说了，只要父亲配合，就不动我和母亲。所以父亲放弃了抵抗，甚至配合刽子手下刀，而我则被关在隔壁的牢房，眼睁睁看着父亲受刑。殊不知人心的贪婪是个无底洞，一开始他们还只是割肉，可当他们发现父亲的血也能入药，便开始放血。再后来有人说骨髓或许更补。终于在第16日，父亲死了，他被活生生的吃空了，草席上只剩一副骨架。牢房外站满了大钱的权贵，他们的脸上没有悲伤，只有懊恼。太急了，朕还没来得及存下几罐血，怎么就死了？国师玄机子摇着羽扇，痛心疾首道：“可惜了，这一身宝药拼到的丹药才炼了1半。”没分到一口肉的李莲英更是直跺脚，其他权贵议论纷纷，若是省着点吃，应该可以多活几年的。众人像是一群苍蝇嗡嗡作响，唯独母亲呆坐在角落，她的眼泪早就流干了，不敢想象父亲死后等待着我们母子俩的会是什么。这时李莲英突然开口道：“陛下，这对母子怎么处理？”
那小子之前试过了，他的体质并无奇效，也就是个废物。赵无极瞥了眼我，之前我们是要挟的筹码，现在虽然没用了，但肯定不能放走。传出去皇帝与百官吃人可不好，只有死人才能保住秘密。然而他看到母亲却又舍不得了，虽然面容憔悴，但那凄婉的风韵反而更胜往昔。赵无极眼中闪过一丝贪婪，他早已觊觎母亲多时，之前为了稳住父亲才忍住。我死死盯着这帮人丑恶的嘴脸，胸腔里像是有火在烧。我恨自己无能，恨这世道不公，恨这群披着人皮的恶鬼。我仰天嘶吼，一口血狂喷而出。可下一秒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父亲的尸骨沾染了我的鲜血，竟瞬间泛起一层光泽。紧接着，一股异香从我身上散发出，这香味比之前父亲身上的更纯粹。仅是闻上一口，在场众人都觉得神清气爽。原本喧闹的牢房瞬间死寂，所有人都死死盯着我。天不绝朕，天不绝我大钱啊！老的死了，小的竟觉醒了更强药性，这香味儿比他爹强100倍。快给朕试试！赵无极迫不及待地让护卫按住我，当场割下我的一块肉尝了尝，效果果然比父亲的好上不少。所有人都兴奋得眼冒绿光，唯独母亲脸色惨白。陛下，求求您放过我儿子，您想怎样我都答应你。就在这时，我却突然挡在了母亲身前，冷冷直视着赵无极：“我可以配合你们割肉，但条件是不许伤害我母亲。我知道只要我不死，母亲就能活。眼下只有先稳住这些人，才能想办法复仇。”果不其然，赵无极遗憾地将目光从母亲身上收回，同意了我的要求。来人，将柳氏关进摘星塔，好生养着，只留陈长生单独关押。说完，他正要继续对我动刀，却突然被玄机子阻拦道：“陛下，这小子到底是肉体凡胎，若像之前那般杀鸡取卵，怕是撑不过半年便要枯竭。国师所言极是，为了陛下万世基业，须得细水长流。”最后经过一番商讨，赵无极拍板决定，往后每逢冬至，宫中不吃饺子吃长生宴，其他时候就把我好好养着。说完，他领着众人离开。我闻言心中一松，可还没来得及缓口气，赵无极经过我时，却突然低声道：“你最好老实点，否则朕就把你母亲扔进都是男人的军营。”我浑身一颤，看着一同被带走的母亲，心中暗暗发誓，活下去，只要活下去，终有一日我要掀翻这大乾皇宫。殊不知，一场天大的机遇正在等着我。到了晚上，我躺在牢房内无法入睡，拼命思索着复仇的办法，却发现自己不仅实力低微，还被严密关押，与世隔绝。这根本就是一盘无解的死局。就在我绝望之际，手臂却突然传来一阵奇异瘙痒，我下意识低头看去，眼前的一幕竟让我愣住了。只见白天被割肉的伤口处，居然已经愈合如初。当初父亲也要10天才能结痂，而我仅仅用了3个时辰，这恢复速度也太快了。但很快我又眼神一暗，有什么用呢？不过是让他们下刀时更没顾忌，吃得更欢罢了。我苦涩地触摸那愈合处，怎料传来的触感竟让我瞳孔一缩。这新长出来的肉摸上去粗糙坚韧，就像是晒干的老牛皮，甚至带着一丝金属的质感。一个极其大胆的猜测在我脑中炸开。我转头看向牢门，确信无人监视后，才挪动身体，凑近了一根石柱边缘。以前我蹭到都会划出一道血口，此刻我深吸一口气，将那块皮肤狠狠蹭向石棱，结果竟只是留下了一道白痕。过了片刻，白痕消失，皮肤完好如初。原来如此，我死死盯着那个伤口，眼中的绝望瞬间化作了狂喜。自己的血肉不仅能治愈，还能进化。每一次割肉重生都是一次淬炼，这意味着只要我不死，一遍遍的凌迟其实是在打磨肉身。我抬头看向四周冰冷的铁壁，眼神炽热。如果全身都被割了几十上百遍，如果肉身硬到刀枪不入水火不侵，那时候这皇宫还困得住我吗？赵无极还杀得了我吗？但很快我又想到了更严重的问题，自己绝对不能被发现。一旦我被发现，下刀变得困难，他们绝不会好心帮我修炼，甚至会用火烧用酸食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大脑飞速运转，开始分析之后的计划。一方面我要让他们更频繁的割肉，使肉身不断变强；另一方面我又要守住割肉变强的秘密。这显然是一个悖论，肉越硬就越难割，越难割就越容易暴露。然而我眼中却突然金光一闪，一个完美的计划在脑中浮现。不过要实行这个计划，光靠我一个人不行。我环视着空荡荡的地牢，如今能接触的就是送饭的狱卒。就在我想着如何接近他们时，却突然来了意想不到的人。此时的御书房，国师，朕觉得自己还能再活500年。怎料玄机子的话却给他泼了盆冷水。陈长生是陈家的独苗，万一他有个3长2短，陛下的长生路岂不是要断了？赵无极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这是他最恐惧的事。尝到了甜头，谁还愿意变回那具腐朽的躯壳？好在玄机子接下来的话，却立马让他眼前一亮。陛下，养猪不仅要养肉，还要配种。若能让陈长生诞下子嗣，吃完这代，吃下一代，子子孙孙无穷尽也。哈哈哈！大善，传朕旨意，搜罗天下绝色，送入养生殿。殊不知，这看似完美的计划，将是他一生中最错误的决定。这道旨意虽隐秘，却瞒不过大乾王朝真正的幕后主宰。不久后的瑶池圣地中，一位女弟子正在向瑶池仙尊汇报：仙尊，那赵无极正四处搜罗美人送入地牢，意图繁衍那药人的后代。我们圣地要不要也派几名女弟子前去？
若是能诞下拥有特殊血肉的子嗣，带回圣地。怎料他话没说完就被冷冷打断。愚蠢！那血肉本座也曾尝过，除了些许延年益寿的凡俗功效，对修为增长毫无作用。我辈修士当一心向道，莫要妄图走这些歪门邪道。弟子知错。待四周空无一人，瑶池仙尊才流露出一丝疲惫。他抬手抚过眼角微小的细纹，心中苦涩。其实瑶池仙尊寿元无多了，全凭修为吊着生机。若接下来的闭关不能突破瓶颈，最终也不过是一抔黄土。而此时的他绝对想不到，一个令其疯狂的消息即将传来。半月后，数十名美貌女子被送进了牢房，阵阵香风冲淡了地牢里的霉味，狱卒们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，口水流了一地，心中对我是嫉妒不已。坐牢能做成这样，这小子到底是什么大人物？狱卒们并不知道我为什么被关押，皇帝要求严格保密。然而这些女子对我却是暗暗嫌弃，她们本想入宫博个妃嫔名分，一飞冲天，谁知竟是被送去伺候一个囚犯。尤其是看到那衣衫褴褛的身影，心中的怨气更甚。但令他们诧异的是，李莲英竟突然宣布道：“陛下有旨，谁能先还上陈公子的骨肉，陛下赏黄金1万两，赐家族免死铁券，父兄加官进爵。”这些女子很快明白自己不过是家族的牺牲品，而看我这穷酸模样，肯定不是皇亲贵族，估计永无出头之日了。唯一值得安慰的是，我虽穿得破烂，但五官俊朗，尤其我在澎湃生机滋养下，体魄健美，双目有神，并不是又老又丑的怪物。而我在看到这些女子的第一眼，就明白赵无极在打什么主意。可奇怪的是，我却来者不拒，甚至表现得沉迷温柔乡中，因为只有让他们觉得我胸无大志，才会对我放松警惕。至于想要我陈家后代，他们很快就会明白自己犯了的错。最关键的是，我正好可以趁机物色人选，毕竟复仇大计还需要一个人的参与。我假装猴急的拉过几个女子调笑，目光却飞速在人群中筛选。可令我失望的是，这些女子看似顺从讨好，实则眼底的厌恶根本藏不住。这种人不能用。就在我以为会一无所获时，一名女子的样貌却让我瞬间愣住。女子身材高挑曼妙，仅看背影便是人间绝色。然而当她缓缓抬起头时，周围的女子都厌恶地避开。她有一半的脸美若天仙，另一半的脸却布满疤痕，狰狞如鬼，令人触目惊心。但让我愣住的不是她矛盾的容貌，而是她的眼神。不同于其他女子虚伪的封印，她的眼神如同一潭死水。最让我诧异的是，她并没有躲避我的目光，甚至主动上前与我亲近，有些自暴自弃的意味。我心中一动，锦上添花哪比得上雪中送炭呢？就是她了。我暗暗把她记在心里，决定多与她亲近，深入了解她的底细再说。3个月过去了，地牢里夜夜笙歌，赵无极对我的堕落很满意。这小子到底是年轻人，10岁之位，乐不思蜀了。这样也好，省得他动歪心思。然而让赵无极和玄机子困惑的是，那些女子明明身体健康，而我更是龙精虎猛，为何3个月下来竟无一人有身孕？她们绝对想不到，我陈家血脉霸道强悍，凡俗女子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住，就像浅浅的鱼塘养不活凶猛的鲨鱼。当年父亲也是没觉醒血脉前，才有了我。此时的地牢深处，我盘膝坐在石床上，澎湃生机仿佛取之不尽，而那些女子都疲惫地蜷缩在角落，她们是真的怕了。没想到我精力竟如此旺盛，心中只能暗暗叫苦。更气人的是，辛苦了3个月，肚皮却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最终导致他们看我的眼神变得古怪，纷纷觉得我身体有毛病。于是他们不再积极献媚，甚至开始疏远我。好在我本就不在乎这些，从不强迫，唯独让他们看不惯的是那个被毁了半张脸的女子，这几日成了唯一肯主动与我亲近的人。其他女的对她鄙夷不已。你看那苏锦，为了那1万两黄金，脸都不要了。本来就长得丑，也就那没见过世面的人才喜欢。我看呢，说不定人家乐在其中呢。呸，真是不知羞耻。地牢空旷安静，这些嘲讽清晰传入我和苏锦的耳中。但令我诧异的是，这苏锦依旧不为所动，始终如一地服侍我，从未有过半句怨言。一开始我也是疑惑不已，然而随着对他深入的了解，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的缘由。原来他曾是这宫中最美的舞姬，只因被赵无极多看了2眼，便遭皇后妒忌毁去了他半张脸。赵无极嫌他恶心，恰逢地牢缺人，便顺手扔进来充数。我曾无数次从他眼中看到一闪而过的仇恨，他比任何人都渴望恢复容貌，渴望将那些高高在上的人拉下地狱。很好，我们是同一类人。于是在某个夜晚，我一把拉过正欲退下的苏锦，他下意识地侧过头，用发丝遮挡那半张鬼脸。怎料我却强硬地捏住他下巴，说了一句充满诱惑的话：“想治好你的脸吗？”苏锦身子一僵，但很快就眼神黯然，显然是不信我的话，要治好他的脸，除非有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。可我一个囚犯怎么会有这些？我凑近他耳边，温热气息喷洒在他白皙的脖颈，说出的话宛如魔咒：“想不想找那些人复仇？”谁知苏锦却漠然地偏过头，认为我并不能帮他什么，要不怎么会关押在此地？这么久了也没人来看望。就在他以为我在戏耍他时，我却突然将手臂递到他嘴边，咬下去，吃下我的肉，你就能恢复容貌，甚至比原来更美。苏锦正要开口拒绝，怎料一股异香却突然钻进鼻尖，身体的本能告诉他这是好东西。鬼使神差之下，他竟真的咬下一块肉，原本以为会满口血腥味，结果却是甘甜清爽。那块肉入口即化，变成了一股热流冲向他的面部。可下一秒，一声凄厉的惨叫突然响彻地牢，苏锦捂着脸，痛苦地倒在地上翻滚。但不知为何，我却只是蹲下身体挡住他，低声叮嘱道：“忍住，这是血肉重组的剧痛。”说完还咬破舌尖，逼出几滴精血喂给他。这是我一身精华所在，甚至能让人返老还童。这个秘密连赵无极都不知道。苏锦的
的惨叫惊醒了众人，几个喝酒的狱卒被吓了一跳，惊疑的往这边探头。好在他们只隐约看到苏锦在我身后浑身颤抖的身影，几人脸上瞬间扬起坏笑。这小子玩的挺花呀！那苏锦脸虽毁了，当初可是金枝玉叶。你听这动静，真是便宜那小子。狱卒们嫉妒地收回目光，继续喝起了小酒，而其他女子也被这一幕刺激到了，啐了一口，不知羞耻。这么大动静，怕别人不知道吗？一刻钟后，苏锦脸上的剧痛终于消退，我松了口气道：“自己摸摸。”苏锦颤抖地摸着自己那半张脸，触感如鸡蛋般的嫩滑细腻。她不可置信地冲到角落的水盆边，水中的女子五官精致，那张曾经狰狞的左脸，此刻竟比毁容前还要粉嫩白皙。我的脸好了。苏锦抚摸着自己的脸，泪如雨下。每次看到那张鬼脸，她都痛苦的想去死，却没想到我居然真的治好了她。想起我刚才说过的复仇，她竟猛地跑回来，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：“公子大恩，奴婢万死难报。从今往后，我苏锦这条命就是公子的。”闻言，我托起他的下巴，看着那张倾国倾城的脸庞，满意点头。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。随后俯身在他耳边低语几句。谁知苏锦听完，竟娇躯一震，眼中闪过一丝惊骇，但随即被更浓烈的复仇渴望所取代。奴婢遵命。当狱卒送饭时，看到恢复容貌的苏锦，惊得手中的食盒差点掉在地上。这还是那个丑八怪吗？那今天的美貌看得狱卒口水直流，若非上面有死命令，恨不得当场就扑上去。牢房里的其他女子更是炸开了锅，先是震惊，随后是疯狂的嫉妒。凭什么那个丑八怪变漂亮了？联想到苏锦和我的亲密，她们立马觉得这跟多亲近我有关。渐渐的，这些女子的心态变了，从最初的对我嫌弃，变成了疯狂的渴望。尤其是看着苏锦一天天变美，她们心中的贪婪被彻底点燃，争先恐后的对我讨好。公子，奴家给您捶捶腿。公子，奴家今晚……看着他们这副丑态，我心中只觉可笑，多么愚昧，多么现实啊！但我依旧来者不拒，甚至变本加厉地表现得沉迷其中。与此同时，苏锦也开始执行我的第一步计划，在每日送来的饭食中混入少量我的血肉。那些女子虽然吃的量少，但日积月累下来，一个个暗疾全消，气血通畅，容光焕发，仿佛吃了灵丹妙药，这让他们更加确信这是与我亲近带来的好处。而若真的怀上子嗣，他们还能摆脱牢笼，出去再找个老实人嫁了。看着这群沉浸在美梦中的女人，我嘴角的笑意却越来越冷。接下来该执行第二步计划了。我看向苏锦道：“你明天就把风声放出去。”放给谁？我冷冷道：“放给那些想吃肉却又不能马上吃到的人。告诉太监总管李莲英，告诉禁军大统领，甚至告诉玄机子。”我顿了顿，继续道：“就说我陈长生贪生怕死，为了过得舒坦点，为了能多见见我母亲，我愿意私下加餐。”怎料苏锦听后竟大惊失色：“公子，这太危险了，若是被陛下知道……”然而我却打断了他，就是要让他们怕被陛下知道，这是他们最大的弱点，贪婪且恐惧。他们想长寿，想变强，但又不敢明抢。现在我主动送上门，他们拒绝不了。可是他们会把您吃干抹净的。但令他不解的是，我听后却仍然坚持，割肉变强的秘密我不会告诉他，这也算是对他的一种保护。苏锦愁眉不展地离开了，他搞不懂我为何要开这个先河。这世上最难填满的便是人心啊！可很快他眼神又逐渐坚定。罢了，如果真威胁到了公子的性命，我就用这副身躯挡在公子身前，绝不苟活。3天后的深夜，一道略显佝偻的身影溜进了地牢。李公公，您来了。我盘膝坐在石床上，那些女子已被带到了其他牢笼。陈公子，咱家听说你有法子让人断肢重生。他虽然身为皇宫大总管，手握重权，家财万贯，但身体的残缺是他心里永远的刺。我淡淡一笑，毁容的女子都能恢复容貌，您那点小缺憾又算得了什么？此话当真？只要能让咱家做回真男人，你要什么咱家都给。谁知我接下来说的条件，竟让李莲英瞬间愣住。李公公，我要虎狼之药。李莲英眼神古怪，那可是宫廷禁药，专门用来激发潜能，你要这个做什么？我借口说要在他身上种下生机，需用我的丹田血做引子，急伤元气。没这虎狼药吊着我，怕撑不住。李莲英听后冷冷审视着我，他已经打听过了，我在大牢内整日沉迷女色，就是个贪图享乐废物，估计是纵欲过度才需要这虎狼之药，谅我也掀不起什么风浪来。想到这，他又忍不住心生嫉妒。那些女子个个貌美，这小子被囚禁了还这么有福气，不过咱家很快也能享受到了。几日后，李莲英把药带了过来，我刚接过药，他就迫不及待地掏出锋利小刀，小心翼翼刺向我小腹。我闷哼一声，丹田受创的痛苦剧烈，可我却死死咬着牙，硬是没让自己晕过去。李莲英贪婪地用玉瓶接住那股热血，如获至宝地抱在怀里。临走时，我还多送了他几块血肉，希望他在皇帝面前替我美言几句。李莲英信誓旦旦地保证，收获满满地离开了。而当牢房里只剩我一人时，我竟做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举动，把整瓶赤血爆元丹倒进嘴里，狂暴的药力瞬间冲入我的四肢百骸，心脏剧烈跳动，我痛苦地蜷缩在地，血管在皮肤下蠕动，仿佛随时会爆裂。这就是我要的效果，用这种爆炸式的冲击强行拓宽经脉，增加气血容量，否则将来肉身大成，庞大的气血无处运行，反而会把我撑死。我双眼赤红，我在赌修复速度能赶上药力的破坏速度，在毁灭中重建，在极限中扩张。随后的几日，我这地牢变得好不热闹。禁军大统领来过，想要我的心头肉突破瓶颈，我给了他，换回了深海铁金粉。我抓起一把仰头吞下，铁金入腹如吞刀片，但我能感觉到那股金属之气，最后沉淀在了骨骼之中。我要把自己炼成铁骨。
没过2日，国师玄机子也来了，要了我的血肉炼制9转延寿丹。作为交换，我要了1瓶金刚琉璃液。我把那液体涂抹全身，刹那间，皮肤仿佛被烈火灼烧，逐渐泛起一层古铜色的光泽。我要把自己炼成铜皮。之后的几个月，这些人来的越来越频繁，索取的血肉也越来越多，但我都来者不拒。为了让我尽快恢复，不被赵无极发现端倪，他们又给了我大量天材地宝。我吃下不要长出新肉，再被割去。每一次轮回，我的肉身就强横1分。这些人绝对想不到，每一次的索取都是在帮我打造一副神魔之躯，最终只会将他们推向灭亡。在此期间，我也如愿搬到了一处偏殿，虽然还是软禁，但比起阴暗潮湿的地牢好了太多。最重要的是，我终于能经常与母亲见面了。然而母亲看到我身上的伤疤，瞬间泪流满面。长生啊，你这是在干嘛？不是规定了冬至取肉吗？你为何要主动招惹那些人？在母亲看来，只要我们母子老实听话，熬过每年的长生宴，或许还能苟活。而我现在简直是在找死，但我却并不这样认为。说是每年一次长生宴，谁知后面会不会反悔？还不如我提前私下交易，牢牢把握主动权。然而母亲却越想越怕。娘，求求你，别再这样了！若你有个3长2短，娘也不想活了。我不敢把秘密告诉母亲，她的演技骗不过那些老狐狸，一旦露出破绽，所有的隐忍都将功亏一篑。我只能将母亲扶起，低声安慰：我们不会死的。我不仅要救你出去，还要让赵无极那帮人付出代价。母亲大概以为我疯了，那可是皇帝啊！岂是我们这对阶下囚母子能对付的？但奇怪的是，他也不再劝我了，只是轻轻抚过头上的发钗，这是他最后的底牌。那赵无极看他的眼神愈发怒，若是哪天我死了，他便用这枚发钗狠狠刺进心口。我并不知母亲的想法，继续抓紧时间提升自己。眼看着我的肉身越来越强硬，甚至连刀刃都快割不动了。然而我却变得坐立不安起来，因为冬至快到了，一旦在长生宴上，众人发现我的肉割不动，肯定暴露出我的秘密。该死，还是提升的太慢了。我懊恼地抓着头发，如今的强度还远远不够反抗。我开始想尽各种办法，试过用强酸腐蚀皮肤，试过用重物击打来软化肌肉，可这身体的防御力简直令人绝望，但又没强到可以横压一切的地步。毕竟黄泉背后的瑶池圣地可不简单，据说都是善用仙术符箓的，难道真的要功亏一篑吗？就在我打算拼死一搏时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突然找到了我。这一日，瑶池仙尊出关了，然而迎接他的并非弟子的欢呼，而是死一般的寂静，因为他突破失败了。曾经风华绝代的仙尊，此刻浑身缭绕着一股怒气，眼角多了几道显眼的皱纹。寿元将近，天人五衰，绝望啃噬着他的道心。就在他准备迎接作画之时，心腹弟子的话却给了他一丝希望。你是说那些送入地牢的凡俗女子，与那陈长生亲近后，个个容光焕发，甚至有人返老还童？女弟子跪在地上，心中还有句话不敢说出口：要不仙尊你也去试试，说不定能延长仙尊寿元。但这大胆的念头很快被掐灭。高高在上的仙尊怎么可能屈尊凡俗男子？最后他什么也没说，禀报完就低头离开了。殊不知，对于濒死的瑶池仙尊来说，尊严在长生面前一文不值。他眼中闪过一丝狠厉，身形顿时化作一道流光，直奔皇宫偏殿。不久后的偏殿内，一股恐怖的威压突然降临，殿内的女子连哼都没哼一声，瞬间翻白眼昏死过去。唯独我强撑着身体，抬头直视那凭空出现的女人，一身气质高贵冷艳，无形的威压让人无法靠近。我心中一惊，瑶池仙尊怎么来了？冬至明明还没到啊！瑶池仙尊无视了我的目光，先是扫了一眼地上昏迷的众女，果然这些庸脂俗粉个个气血充盈，那股勃勃生机做不得假。最后才将目光落在我身上，见我在他的威压下竟还能站立，他眼中闪过一丝诧异，有点意思。他一步步走上前，伸出如玉般的手。就在他想要探查我的身体时，殿门突然被苏锦猛地撞开。住手！你是谁？不许伤害公子！刚回来的苏锦发疯般冲了进来，他曾发过誓，哪怕死也要死在我前面。哼，蝼蚁！瑶池仙尊只是手指轻勾，一股无形吸力瞬间将苏锦掠至身前，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。怎料当看清苏锦那张脸时，瑶池仙尊竟愣住了。那是张完美无瑕的脸，甚至比他这个修仙者还要通透几分。瑶池仙尊指尖划过苏锦的脸颊，感受到那股新生的活力，心中竟生出一丝嫉妒。你就是传闻中那个毁容的丑八怪吧？竟真的能生死人肉白骨，返老还童。既然被你撞进了本座，那就留不得你了。话音落下，瑶池仙尊掌心凌厉吞吐，眼看就要震碎苏锦的头颅。关键时刻，我突然大喝一声：“住手！”仙尊若是杀了他，草民便是死也不会配合。我盯着他眼角那抹皱纹，赌徒般的开口：“仙尊是为了长生而来吧？”瑶池仙尊动作一顿，深深看了我一眼，我心中狂跳，但我知道自己赌对了。既然躲不过冬至，那就把水彻底搅浑，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。瑶池仙尊这颗巨石砸下来，正好能打破赵无极的布局。我要拉他下水入局，可我却不知道这个决定，竟差点把自己害死。见瑶池仙尊迟疑，我立刻趁热打铁，请仙尊留他一命。草民答应仙尊的一切要求。接着我指了指周围道：“况且殿外人多眼杂，总需要一个帮手在门外遮掩。”瑶池仙尊思索片刻，觉得有理。他毕竟是仙尊之身，若是传出与凡人苟且求生，对名声不好。哼！他随手将苏锦甩在地上，苏锦大口喘息，冷汗浸透了衣衫。刚才那一瞬，真的是与死亡擦肩而过。他感激地看了我一眼，心中惭愧。本打算帮我的，谁知到头来还是靠我来救他。瑶池仙尊没理会这些，只是随手一挥，地上那些昏迷的女子瞬间消失，不知被转移到了何处。本以为瑶池仙尊会难以启齿，怎料他却冰冷地直接开口：“本座寿元无多了，你的肉本座也尝过，但对修士如同鸡肋，而这些女子却能返老还童，所以
你应该知道本座想要什么。换作是其他人可能会暗自窃喜，毕竟对方可是高高在上的仙尊。然而我此刻却是冷汗直流。那些女子的变化，是因为饭菜中加了我的血肉和少许精血，所以事后必须让瑶池仙尊也吃下饭菜，否则一旦露馅，我必死无疑。于是我给苏锦使了个眼色，他微微点头，随后退出去把店门关上。空荡的店内只剩孤男寡女。过来，助我修行。次日一早，我悠悠醒来，多亏肉身强悍，我并没有任何的不适，反而觉得精力充沛。瑶池仙尊早已穿戴整齐，坐在桌前，他脸上看不出喜怒，但不知是不是错觉，他的气色竟隐隐透出一丝红润。这时，苏锦忐忑地端了饭食进来，里面加了我提前备好的血肉和精血。怎料瑶池仙尊只瞥了一眼，便挥手拒绝。本座早已辟谷多年，不吃凡俗五谷。我心中一沉，故作恭敬地上前微笑道：“仙尊有所不知，此乃我陈家特制的药膳，能让昨夜的修炼效果更佳。”然而瑶池听后却是眼睛微眯，冷冷审视着我。就在我以为要被他识破时，他却突然端起一碗汤，轻轻抿了一口，汤汁入喉，他的秀眉微不可察的舒展，紧接着一口接一口将汤喝光。我暗暗松了口气，这下应该过关了吧？可不知为何，瑶池喝完后并没有马上离开，而是小口品尝其他饭食，直到最后一片菜叶入腹，他才放下碗筷，闭上眼，似乎是在回味。同时，他也惊喜地发现体内的生机正在恢复，寿元得到了延长。就在我以为能蒙混过关时，他却突然说了一句让我惊惧不已的话：“原来是在饭菜内加了血肉。”我后背瞬间冒出冷汗，仿佛被一条毒蛇盯上。可本座之前明明也尝过这血肉，为何功效却没有这次的好呢？话音刚落，他猛地伸手将我掠到身前。小家伙，你能给本座解释解释吗？眼见事情败露，我不敢隐瞒。面对这种喜怒无常的老怪物，若再编瞎话，只会死得更惨。眼下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于是我如实交代说，饭食里面加了我的精血。瑶池仙尊怒极反笑，眼中杀意沸腾。好好好，竟敢戏耍本座！想到昨晚的荒唐事，他羞愤地猛然挥手，一道雷电牢笼凭空出现，瞬间将我困在其中。此乃紫极雷狱，每隔半个时辰就会让你承受万雷噬心之苦，这就是欺骗本座的代价。至于他，瑶池仙尊目光转向一旁的苏锦，冷笑一声，看得出来你对这个小丫头十分在意，那就先关起来。说完，苏锦便被一股灵力裹挟带走。瑶池不再看我，他刚才已经体会到那精血的功效，但如果只是这样粗暴的吞吃，未免太过暴殄天物。他决定回去翻阅古籍，找出将我最大化利用的方法。临走前，他用传音符招来心腹弟子，命令将我严加看管，并传令下去：即将到来的冬至长生宴取消，此人由本座亲自处理，任何人不得染指。大殿内恢复了死寂，我被关在雷光闪烁的笼中。然而看着瑶池离去的背影，我嘴角却勾起一抹疯狂的笑意。第一道紫雷落下，狠狠劈在我的身上，瞬间皮开肉绽，焦黑一片，但我却咬着牙，眼中满是疯狂。瑶池仙尊以为这是惩罚，殊不知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机缘。我的肉身遇到瓶颈，正愁无法突破，这蕴含着天地之威的雷电，最适合帮我淬炼筋骨、洗精伐髓。然而我还没来得及高兴多久，几天后，一个消息却让我晴天霹雳：瑶池仙尊要把我炼成丹药。通过翻阅上古秘典，他已经找到了一种办法，将我炼成长生仙丹，用我作为药引，配合9981种天材地宝，将我全身精华彻底熔炼，凝结成可与天地同寿的长生仙丹。消息一出，满朝震惊，赵无极和朝堂权贵们都傻了眼。他们心心念念的长生宴没了，源源不断的长生肉没了。御书房内，赵无极硬着头皮想要争取。仙尊，这是否太……然而瑶池仙尊只是冷冷瞥了他一眼，赵无极便如坠冰窟，剩下的话全堵在嗓子眼。丹成之后，若有多余的丹，本座会赏赐尔等几颗。赵无极等人虽心有怨气，可在绝对的力量面前哪敢说不，只能打碎牙齿往肚里咽，还得陪着笑脸谢恩。万幸的是，炼制此丹所需材料繁杂，瑶池仙尊需要1个月去筹备。偏殿内，我听着看守弟子的议论，心中一片冰凉。那炼丹用的是9幽冥火，哪怕我现在铜皮铁骨，扔进去也要化为灰烬。就在这至暗时刻，人性的贪婪却为我撕开了一线曙光。赵无极这群恶狼终究是不甘心，他们收买了看守我的仙尊弟子，决定在这最后的1个月里，尽量从我身上榨取价值。反正1个月后就要进炉子了，仙尊也看不出来。抱着这样的念头，他们开始趁着雷击停止的间隙，偷偷溜进地牢，疯狂割取我的血肉。他们不仅带来了锋利的宝刀，还带来了比以往更多的珍稀药材。吃，给朕使劲吃！赵无极眼神疯狂，一边让人割肉，一边往我嘴里猛灌。你给朕长快点儿！别让仙尊看出来！为了防止我不配合，他们甚至拿母亲来威胁我。我大口吞咽着那些珍贵的灵药，任由他们如屠夫般在我身上动刀，鲜血淋漓，痛彻心扉。但他们绝对想不到，这一切却正合我意。我要在炼丹前尽可能变强，博取那一线生机。很快就到了开炉那一日，偏殿中，我被推到巨大的丹炉前。这1个月来，我拼尽全力将肉身锤炼到了极致。然而我心里也没底，这毕竟是传说中的明火，是修仙者的手段。我眼中闪过一丝决绝，只能赌一把了，赌我的肉身比这炉火更强。吉时已到，入炉。瑶池仙尊一声令下，眼神炽热地看着我被投入丹炉，接着他
他双手结印，数百种灵药妖丹化作流光没入炉中，万斤的炉盖轰然落下。天地为炉，造化为弓，阴阳为炭，万物为铜。话音落下，瑶池仙尊指尖逼出一道精纯的灵力，打入炉底，九幽冥火瞬间暴涨，化作火龙缠绕着丹炉疯狂咆哮。看好此炉，需练足7749日。吩咐完看守弟子，确认没问题后，瑶池仙尊便离开了。他需要调整到最佳状态吞噬仙丹。赵无极等人眼巴巴地看着丹炉，唉，以后没得长生肉吃了。知足吧，咱们那几日存了不少，省着点吃也能撑个1年半载。若能分得一颗丹药，便是赚了。几人一步三回头，恋恋不舍地离开了。与此同时的摘星塔，母亲还被蒙在鼓里，她正坐在窗前为我缝补衣衫。可不知为何，今日的她总是眼皮狂跳。她起身眺望偏殿，长生，为何最近一直见不到你？此刻偏殿内虽然平静了下来，但丹炉内却并不平静。炼丹第一日，厚重的炉壁内不断传出惨叫声，同时伴随着沉闷的撞击声。守炉的弟子们面面相觑。这陈长生真是个怪物，进了丹炉还能折腾这么久，换做今天早就化成水了。叫得越惨，炼出来的丹药药力越强啊！众人议论纷纷，对那丹药愈发期待。炼丹第5日，撞击声变得微弱无力；炼丹第10日，惨叫声变得沙哑低沉。直到第15日，丹炉内彻底死寂，再无半点声响。看守弟子松了口气，相视一笑，总算消停了。到底是凡胎肉体，哪怕血肉特殊，又怎能抗衡仙尊的神通？估计此刻已经化作精纯药液了吧？当炼丹只剩最后1天时，赵无极终于按捺不住了。此前他忌惮炼丹失败，怕我有卷土重来的机会，所以一直没有对母亲下手。眼看明天就要开炉了，纵使我血肉再强，怕是也早已化成灰烬。欲念如野草般疯长。赵无极来到了摘星塔，母亲已经忐忑了1个多月。听到开门声，他欣喜抬头，以为是我来了。然而映入眼帘的却是赵无极的脸。母亲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，不祥的预感笼罩全身。她颤声问道：“陛下，长生呢？”赵无极眼珠一转，故作惋惜道：“那小子被仙尊看上，今日便要拿他去祭炉炼丹了。”话音落下，母亲只觉五雷轰顶，脸色煞白如纸，扑通一声跪倒：“陛下，求求您救救我儿子民妇，什么条件都答应你。”那朕若要你今日侍寝呢，说不定你诞下的子嗣也有特殊血肉。母亲娇躯猛地一僵，眼中满是屈辱泪水，但为了我，她闭上眼，2行清泪滑落。民妇答应。另一边的偏殿内，守炉弟子正打着哈欠。还有1天就要出炉了，也不知道那是何等神丹。就在他期待着仙丹时，沉寂许久的丹炉突然传来一声异响。女弟子一愣，难道是丹炉烧裂了？他正要上前查看，却不料下一秒，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猛然炸开，重达万斤的炼丹炉竟被轰碎。漫天的火光中，我缓缓走出，肌肤呈现出琉璃质感，流淌着摄人心魄的光辉，肌肉线条如刀削斧凿，蕴含着毁天灭地的爆发力。九幽冥火不仅没烧死我，反而化为一件火衣，温顺地披在我肩头。而那名弟子甚至来不及惨叫，直接被震得晕死过去。但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母亲，自己被拿去炼丹，母亲就没了作用。情况凶多吉少，想到这我心中狂跳，脚下一踏，整个人化作一道炽热火焰冲了出去。摘星塔内，赵无极正要扑向母亲，外面的惊天轰鸣让他动作一滞。他扭头看去，只见偏殿方向火光冲天，异象纷呈。然而赵无极却不禁反省，成了，如此壮观的异象，定是绝世仙丹出世。而母亲听到这话，瞬间如晴天霹雳，单程意味着儿子死了。想到这，他猛地拔出头上的发钗，用尽全力刺向自己的心口。可下一秒，赵无极竟一把夺过发钗扔在地上。没伺候好朕之前，你想死都难。说罢，他满脸狰狞地扑向母亲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厚重大门连同半面墙壁突然粉碎，烟尘之中，我从天而降，狠狠踩在赵无极的背上。赵无极连惨叫都没发出，整个人被直接踩进了地砖里。侍卫们听到动静，纷纷拔刀冲入。护驾！护驾！我一声暴喝，便震得数十名侍卫倒飞而出，生死不知。赵无极艰难地抬头，当他看清我的脸时，眼珠子差点瞪出来，恐惧让他浑身剧烈颤抖。陈长生，你还活着？我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，神色冰冷。我若死了，谁送你下地狱？赵无极彻底崩溃了，他不顾剧痛，鼻涕眼泪横流，疯狂求饶。长生，别杀朕，这是被逼的，都是国师，都是那妖女的主意。朕把皇位给你，全都给你。下辈子别吃肉了。母亲呆呆地看着我，泪如雨下。长生，真的是你吗？然而我还没来得及安慰他，一道尖细的厉笑响起。大胆狂徒，敢弑君！李莲英如鬼魅般袭来，五指成爪，直取我咽喉。我不闪不避，任由他抓来。只听金铁交击之声响起，李莲英的手指尽数折断。他惊恐地看着我毫发无伤的脖颈，我反手一巴掌，李莲英半个脑袋直接被抽飞，身体撞在柱子上。然而一切都还只是刚刚开始。禁军大统领手持巨斧，怒吼冲来。逆贼受死！我迎着巨斧一拳轰出，那柄百炼金刚打造的巨斧寸寸锋利，我的拳头势头不减，直接贯穿了他的护体钢气，轰碎了他的心脏。妖孽，看符！国师玄机子已经登上塔顶，抛出漫天符箓，雷火和冰锥如暴雨般落下。但令他诧异的是，我却站在原地，任由法术洗礼，烟尘散去，我竟毫发无损。这不可能！
你是人是鬼？我随手抓起地上的半截断毛，用力一掷，断毛化作流光，将玄机子钉死在宫墙之上。就在这时，一股滔天的威压猛然从天而降。大胆孽障，竟敢毁我丹炉！瑶池仙尊踏空而来，看着满地狼藉，气得浑身发抖。然而我却冷笑看着他，说了句让他震惊无比的话：仙尊，别来无恙啊，多谢你的天才地宝和九幽冥火。你竟然将他们全部吸收了！我不再废话，双腿微举，猛然弹射而起，身上的九幽冥火如巨龙腾空而起。今日便拿你救神魔之身！狂妄！瑶池仙尊祭出本命飞剑，化作千丈剑红斩下，高空之上，我以肉拳硬汉飞剑，每一次碰撞都引发雷鸣般的巨响，震得整个皇宫摇摇欲坠。瑶池仙尊法术通玄，手段层出不穷，但毕竟已经油尽灯枯，而我正值巅峰，万法不侵，以一力破万法。300回合后，我硬扛着他的一记瑶池印，逼近到他身前。修仙几百载，视凡人如草芥。我看着他惊恐绝望的眼睛，拳头渐渐收紧。今日，凡人展现。一代大修士，瑶池仙尊陨落，夕阳西下，残阳如血，皇宫化作废墟，火光冲天。我带着母亲和苏锦缓缓走出了这片埋葬了无数罪恶的宫墙，身后是大前王朝的覆灭，身前是自由的山川湖海。世上再无长生肉，人间只留斩仙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本集的故事就先到这儿告一段落。我呢是这个频道的创作者，说实话，制作这期视频呢花了我不少心血，希望你们会喜欢这种沉浸式的观影体验。如果这一集影片有让你看到忘记时间，请一定要帮我点个订阅，这对我真的很重要。另外，因版权的关系，未删减版我已经整理好放在置顶留言区的链接里了，大家呢现在就可以点开下方留言区，我们在完整版见，拜拜。